我的右侧就是番禺大石这个牌坊，里边叫东莲村。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天主堂在我的左侧，蛮大一个天主堂呢，应该还是可以做礼拜的吧。这是我第一次推着车上了一个人行天桥，然后过南大干线。蒙浦湖公园他把这个水塘称之为湖了，确实像个小湖一样的，我们来观望一下。我已经好久没有推车上这个人行天桥了。你看这一路过去呢，就可以去到南站的。嗨，大家好，现在呢，我继续在大石街道附近。这边以前呢非常有名的一条家具街，卖家具的一条街道，应该有不少家具像桌子等等都是这边买的。但是现在呢已经风光不再了，就有点空的感觉。我每次开车或者骑车经过这里呢，我都有一种冲动想到里面村庄里面去走走。那些房子也是真的，看看都是手挨着手，就是手拉手的感觉，密密麻麻的。但是它确确实实开了很多很多小店就广东人就是有这个本事，就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能够成行成市做生意这里到了晚上各种叫卖声是非常热闹的。我记得这个边上应该有一个大石的牌坊就我之前从来没有进去过。今天趁着有点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到里面去转转吧。我的右侧就是番禺大石这个牌坊，里边叫东莲村，一座村庄骑到这个村里面去。大家如果不喜欢看这种村里面的乱糟糟的景象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移步到别的视频去观赏大石东莲，右侧应该是他们的这个村委会吧。这里面各种各样的这种商铺到处都是。就有时候我来这种村道这种村里的商业街骑行多了，我自己都有些麻木了，或者说我老实讲真的也不大喜欢这种环境。但有时候呢又会觉得说，这个不就是生活在身边的人的生活状态吗？就你如果想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最好就是到这种商业街道看那些杂乱的商铺门前走走，看看他的基本的生活状态，大概就这样子。你看乱糟糟，大家都是靠随身喇叭响也是很有意思的。就这种村庄其实它很早以前就开始搞商业了，就外面那些大的沿街的商铺都村民拥有或者村里拥有的，他们都是可以分红的。但你看几十年过去以后，他们的生活地方其实还是老样子，所以这一点很奇怪。
好像没有一种想法，就要把它们杀赢，因为挣到钱了，就要改造，过一种新的生活，让自己变得文明一点。基本上我看不到。这里叫港东路啊，这边因为有一座小山港。这边还有一些村里的小餐馆啊，座无虚席的样子。右侧是一个学校，是一个什么学校呢？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并不是小学生的学校，是大人的学校。我记得这条港东路，我以前应该也曾经走过的吧。右侧有一个幼儿园。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天主堂在我的左侧，还蛮大一个天主堂呢，应该还是可以做礼拜的吧。我的左侧呢就是番禺大石小学，正好是放学的时候。你看，我上次专门来过这个学校的，穿着校服的孩子们呢，还是看上去很开心。很多家长来接回去，应该吃中午饭了吧？正好12点左右了。所以这种村呢，你看啊，它虽然看上去比较陈旧，但是它也是自成体系的，有学校，有医疗机构，甚至连教堂都有。就在这样的一个村落里面啊，老百姓生活着，一代又一代。左侧就是刚刚那个大石小学的校园，还蛮大的。这里呢已经到了广台高速了。我们来看看啊，这条大道一直去向好远啊，前面有个高耸的楼呢，是日立电梯厂的一个造电梯的楼，应该是这边最高的一座楼了。刚刚就从这边转出来的，边上就是大石中心小学。我们看看往哪里走呢？这个正门就在这，这才是它的正门啊。看看这个大石中心小学中午放学的时候的样子啊，很多人到这边来接他们孩子。
这里应该是南大干线了吧？我现在呢，推车上桥啊，跨过底下这条车轮滚滚的南大干线。现在我上了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就是南大干线。这是我第一次推着车上了一个人行天桥，然后过南大干线。我们下去以后看看从哪里可以绕路回家。现在这些人行天桥呢，要考虑到有很多人走电单车和单车，所以它都是有那种坡道，可以让你推着车上下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设计。好，下得桥来，看看边上是一条什么村呢？这就猛冲村了。这条村好像没有怎么走过，我们就到这个村里去走走吧。左侧还有一座小山，是一个公园。这条村里的商业街道就比较安静啊。番禺这边呢，就是一条村接着一条村。虽然大部分的村庄我都曾经经去骑过啊，但是也还是有一些漏网之鱼，或者有些村好久没来了呢，就忘了。猛冲村，我刚从里面出来，我没有注意到它有一个很大的水塘啊，这个村庄啊，讲究风水都会有这样的水塘。这叫蒙浦湖公园啊，它把这个水塘称之为湖了，确实像个小湖一样的。我们来观望一下，感觉还不错。这边算他们一个村头公园啊，休闲的地方。这片小湖啊，还有边上的休闲的区域都搞得还挺不错的。挺有意思的啊！今天又转了一个村庄，叫猛冲村。
你看这些乡村啊，只要出村进村的地方都弄个门禁啊，都要留下买路钱的。但是出到这边来呢，我已经搞不清楚我身在何处了。这面是盛春村，那我觉得我应该要掉头了啊，这应该是西路吧？对，我今天就是从前面过来的。骑到了大马路啊，这边应该就是中顺路了。现在呢，我是骑上一个大坡。如果是开车呢，要走左侧的四广路的隧道。实实在在爬了一个大坡，终于爬到头了。就从这边要回到四广路呢，就要走一个天桥，又要推车上桥了。好久没来了，这个美容院还在，搞出一个叫什么眉毛设计峰会，很有意思。骑了34点几公里，从刚刚到南浦岛上，就从有些凉意到了身体有点发热，骑到这边呢就有些微汗了。我看一看现在的心率是多少？102，应该是不是现在的吧？总的来讲就是说，心率只要在130以内都是非常正常的。前面呢就是天桥了啊，就是人行天桥，我们要从这边推车而上。
我已经好久没有推车上这个人行天桥了。你看啊，这一路过去呢，就可以去到南站的。这是我刚刚过来的一段路啊。它在这个天桥上面做了一个遮雨的雨棚，你看啊，从几个方向都可以下去。好了，现在呢，我已经下到了四广路了，就这条直路一直骑回九新村去。整体来讲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骑行。就南坡岛呢，好久没去了，当然开车经常经过。最近呢，就是因为啊，一个呢，广南快速通车了，另外一个呢，就是22号线在南浦岛上面有一个南浦西站，也快要开张了。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南浦岛来讲，应该都是利好的啊。所以趁着天气好呢，我们也就去转了一圈。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四广路上来了。我们在这边再缓慢的骑着，轻松愉快的回家去。这条四广路呢，还一直维持着非常不错的路况，包括这些绿植，还有路面的维护都还不错。最主要呢，这里的车还没有那么的多，所以这个马路是我比较喜欢骑行的马路。骑行在这样的马路上面呢，非常舒畅，感觉也比较安全。前面的匝道向右去呢，就可以去到南站。现在这条路呢，有叫翡翠路又叫四广路。这边很多马路都有两个名字，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右侧有个村叫圣墩村。今天我刚刚经过圣村村这个字有些人不会念我以前也不会念。好，前面还有一座桥，经过那座桥呢，就一路顺坡而下了。右侧这条匝道呢，可以去向信业大道，但信业大道呢还没有完全的贯通。好了，现在呢我们顺坡而下了右侧呢有一栋大楼盖都盖好了，而且以前它做广告已经在卖了，甚至有些人已经花了钱了吧。但是连同它周围的一个原本应该打算做商业中心的一些群楼吧，都烂尾了。我想不是老板跑了，那可能就是资金链断了吧。那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但是我到了这边呢，我就对这边这个墙有点兴趣。其实有很多建筑工地它都有这种围地的墙的你看这个墙，就有一段时间找了一些会画画的人到这边来画画，还吸引不少这个年轻人到这边来观赏。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画了，或者是不给他们画了，还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种墙壁应该开放，让这些会画画的人随意到这边来练习，画一些画，哪怕是涂鸦都可以。我觉得这个也让年轻人有点事干。你看这个身边就是这个烂尾的楼。右侧就叫府云会这是楼盘的名字。这个就是它售楼处现在已经是一塌糊涂了，疏于人管理，早就闭门这个谢客了。所以如果当时买了房子的人有漫长的这种需要法律援助你要捞回这个钱呢，估计都非常的困难这就是国内的情况。当然了，我相信一些银行贷款放了很多贷款的更是要命。这边好像一直停着，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把一些矮的建筑物拆掉，就让人感觉不知道要进一个什么项目呢？对面呢就是敏捷地产的总部，他们在建一个商业的楼，应该是住宅楼吧，就顺便把周围的环境也搞得不错。但这边呢，你看都围闭了起来，不知道要搞什么工程
其实最好啥也不要搞，就搞一些花园就好了。顺势呢，我已经拐到了中运路，准备从学院路这条大路呢进村区，就可以回家了。出来已经3个多小时，实际骑行时间是2个小时45分，骑了接近39公里，我就懒得回做饭了，找个小店吃饭。看到左前方有麦当劳，我们还是就近麦当劳吧。好，我们吃完饭再说。跟那叫什么来着？刚刚在后面的麦当劳吃了午餐了。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不是每天去吃的话，这个麦当劳感觉还行。好了，现在呢准备骑车回家了。现在呢已经骑回村里了，看到很多穿黄校服的孩子们吃完午餐，现在都要回校上课了。最近呢趁着天气不错，比较凉爽，也比较少雨，所以呢就经常会出去骑行，骑的路呢稍微远一点啊，时间呢也会稍微长一点，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如果天气再冷一点的话呢，出去就要穿更多的衣服，不是特别的爽快。总之呢，就是一年当中你也要不断的迎合这个天气的变化、季节的变换，然后你在合适的时间出去做一些自己认为合适的事情。那退休人员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让自己能够活得比较健康。那我觉得什么叫健康呢？不是说每天无所事事啊，不生病就是健康，就是你能有思考的能力，然后呢也可以有到处走走的自由。比方说像今天骑行大概应该有个40来公里吧，但并不很累了，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状态才叫健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保持对生活的一种热情，不管你喜欢什么，唱歌、跳舞、钓鱼，什么都行，就是你能够投入其中，在这个其中找到你自己的快乐。还是这句话，身心两面都能够愉悦，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好了，现在我下坡呢就到家了啊。今天转了40来公里，我觉得也不是很累啊。
而且今天选择应该没有错，就没有穿太多的衣服出去。我个人觉得也不会觉得太冷，还是比较平常的一段骑行路。好了，那今天就分享到此，我们改日出行再见了。谢谢大家一贯的支持啊，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次出行见，拜拜。